人都希望有一个很舒服的家，一个很宽敞的客厅，那一家人聚在一起能够享受天伦之乐。今天我收到一位女生的信，她是一名小提琴老师，跟她妈妈、妹妹住在一起，3个人里，人口简单，照理说打扫起来应该不是很难，但是他们需要我的帮忙，到底出现什么问题？让我帮他们加减乘除，烦恼尽除。我是 Anita， 我们在这里住了21年，有很多美好的回忆。可能是我们重感情吧，家里的东西越收越多。这次难得有这个机会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来改善家人的生活空间。好了，我要开始我的任务了。来找一找这间屋子啊，应该是在前面。喂，前面有一堆花花草草啊，鸟语花香啊，对不对？感觉上走廊很干净啊。而且3个女人嘛，3个女人家怎么可能乱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不可能乱的，对吗？邻居都讲不乱了。我已经开始语无伦次了。哎，还好哦。Hello， 有人请自由参观。OK。Hello， 没有人呐，主人呢？请问主人在哪里 ？Hello， 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来，来，哇，长得很漂亮啊！哎，还有一只猫哎，Hello， 安迪你好，啊，怎么称呼你啊？啊，我叫英璇。我先问你们了，谁把这间屋子弄得这么乱的？是妈妈还是女儿？是我，大家啦。哇 ，OK， 妈妈既然承认了，为什么你会觉得是你弄乱了呢？因为我的文件呢，还有一些 CD 很多。我刚才一进来，我感觉上好像你们要搬去别的地方了，是不是？没有主人的啊，自己做啊。OK， 我觉得还好哎，东西是很多啦，感觉是要搬家之前把东西全搬出来，然后呢准备搬去另外一个家，是不是？那不是，是搬出来整理的。我不知道从哪看起，我们先从门口看起好不好？这里是你们猫吃的食物，对不对？对，整个。为什么需要摆在门口呢？那为什么不要移去别的地方？你可以移去厨房，可以移去哪里都好。为什么一进来就要放在这里呢？不是，厨房是很热，连上药物的东西好像不是很好嘞。这些你们还需要吗？哦，这些有没有放杂物的？recycle bin。我也是 recycle， 你可以把我留在你家里的哦。我看到这个东西，为什么你们要收啊？这是有意思的，因为很多人会 gather 一整罐，再拿去做 donation for disability 的。哦，本来想不要帮他们的嘞，然后看看他们很有爱心 ，OK， 就因为这个我帮你们了。OK，Thank you。不要什么 Thank you， 我要看下去。如果有些东西不对的，我又不要帮的，我看心情。OK， 这个好事，值得称赞 ，Not bad。然后现在我看到一个比较可怕的东西了哈，想请问一下，这个洋娃娃是从哪里来的？他小时候很喜欢吃快餐，所以幸运抽奖抽到的。爸爸就去领奖啊，去抱回来，在那好汉堡包 lucky draw 到这个洋娃娃啊，对。什么年代我完全没有印象了。那时好像是3岁多的时候。所以这个蛮有历史价值，至少是10几20年了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不止哦，不止哦，那时候他几岁？3岁哦，真的不止了，不止了，20多年了，25年以上了。哦，这个还蛮有纪念价值的哈。对，是哈。然后这个什么？他们一直想要丢掉，我是舍不得丢。当然我因为是爸爸抱回来的。是，这个有故事的。我进来的时候，其实我有看到一张照片。我先夫18年前，他是遇到一场意外，然后就不在了。说那个时候你几岁？13岁。妹妹9岁。哦，那时候真的不容易啊，你一个人扛这个家。没办法了，就是要面对的。那时候你有工作吗？没有了。我03年辞掉工作，因为开始他们叛逆了，所以我先生有说就辞掉工作，在家好好教。结果没有想到1年多他就过世了。啊，没事的，哎呦，给你抱抱一下，哎呦，没事的 ，OK， 加油哈，加油哈。好，我们再往前看看好不好？来，这个是什么桌子来的 ？Computer desk。我都不懂你要在哪里做工，这个椅子也拉不出来，桌子摆满了所有东西，是你的？对的，这个 area 是我的，有这个 area 用电脑比较方便嘛。呀，then 发现每次猫会跳上去，所以久了就摆满了，那我就也不动它了，我就用 laptop。就是摆正哦，不让它上去。摆正。你放当没办法摆满，我说你整间屋子都是摆正。摆到满之后呢，猫不会来打扰你们。它要去的地方，我们就想办法哦，不要让它去，因为它是真的在那边撒尿 ，speaker 撒了哈坏掉。其实这个不是很大问题，其实你们只要把它隔开，不要让猫能够进到你们要保护一个地区的话，其实还是可以。
这只猫是买回来的吗？还是？不是啊，是试回来的。啊，谁试回你啊？不是我小女儿。 OK 她在学校就是发现一只这样的猫，她在那边找看有没有人要领养它。后来我讲带回来再说吧，连带回来就养到现在。可是回来的时候，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，我很难过。为什么呢？他们可能没有水喝，什么他喝自己的尿，所以我感觉到很心酸的是。那个时候你现在还健在吗？不在了，哇，不在了。不在了。那时候先生走了多久？那时他走了大概5年才领养这只的。我觉得这只猫呢，基本上跟它妈妈应该感情很深厚了。就在丧偶的时候，竟然有这只猫来陪伴着它，其实我觉得它真的是有帮妈妈度过那个难熬的日子了。因为我觉得动物都是有灵性的，它会了解一个主人的心情，心情好跟不好的时候，它都会去好好的陪伴着它。你说是不是？我都没有注意到你们这一厨啊，这厨为什么你要我讲厨的什么原因？厨不可以打开来？你打开，找东西。要想，这些都是你的书本吗？这边我们都有分啊，有一些歌是我的，有些歌是我妹妹的。然后妈妈的没有了，应该没有了啊。妈妈的是那一边。这边还好了，没有什么太大的 surprise 啊哈。我们去前面看一下好不好？好来。好了，就来到这一堆东西了哈。其实你们这个家哦，这个落地窗有加分的，我喜欢了。然后但是你们完全破坏了这个地方这个空间。你看后面晒衣服，我相信今天是因为我们来衣服少一点，平时应该很多内在美在后面，对不对？没有后面。好，后面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落地窗哈，到时好好利用的话，我相信这个口呢将会是非常漂亮的地方了哈。刚才我知道我讲错了一样东西，我说你家里好像没有灰尘，它感觉上没有很多灰尘是吗？我 test 一下 ，OK， 灰尘真的不是很多，灰尘好多。很多，这里对那边都是灰尘的，对灰尘哇！电视你看这些灰尘，看到吗？哇，你看，它很快的，你1个礼拜不打扫很快的。它这样风扇也是。这些地方灰尘多，我没有话讲。但这照片怎么可以让它这么多灰尘？你看它上面的灰尘多可怕！你从那边拿出来。对吗？这个本来放在哪里的？我是放在房间啊，连那个猫拿去。又是你的猫。然后我就把它搬出来骂了放在那边。我觉得很有感情的一个东西哦，我觉得真的不应该有这些灰尘在上面哦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应该好好的照顾它。对的，我知道。然后你先生可能也比较开心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家，我还蛮有信心的。我觉得能够把它好好的整理起来、收纳起来，这整个家会是一个很温馨、很开心的一个家。我有信心做好，一定有信心。嗨，大哥，我们今天去的家到底有什么问题啊？什么问题？哎，杂物多，但是回忆也多啊。这家人特别重感情，尤其是妈妈。说到她过世的先生的时候，两眼泛红。说真的，我也被感动到。哇，原来这个家庭是有故事的啊。那我们马上开工啊！等一下啦，还没有找到人帮我，很多东西要搬呢。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啦，走啦！这样厉害。我是小米，相信每个家都有属于他们的小故事，而每个设计都应该按照屋主的需求而量身定做。来，请进。安妮达，你好。OK， 今天我们带来他们两位来帮忙了哈。我是小敏小敏这边是我们的助手啊，律师哈。OK， 好，来说一说你的感觉，一进来那个感觉怎么样？第一个感觉就是太乱，太多杂物了，然后东西摆放是没有章法的，甚至都没有一个正常的走道。然后你呢？我是觉得现在它的那个东西有点多。其实你懂迷宫这个东西吗？我觉得有点像，因为那个路呢就只有一条路。对。然后那边有个钢琴，对不对？可是椅子在哪里？我很好奇哦，平时你们一家人啊，除了他们，其实还有一位妹妹的，对不对？一起住嘛。那你们通常是怎么样看电视？应该蛮不舒服的。你会坐在这边看啊？那你呢？我有时坐这里，对，那另外一位妹妹呢？这边。你们是当做这里是你们沙发？移动式沙发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这里什么都有哎。这里基本上就是他们的 store room 来的。哦，这个是 store room。所以以后我们在这里做一个 store room 可以吗？好吗？对不对？不是，这里是什么？告诉大家，你们这本来是在这里做什么的？
用电脑的，对，等一下，你现在还有在用这个电脑？现在没有了。你看到这样就没有了。哦，哟，我就在想怎么偶尔用。啦，他是没有用，是我用哇啊，用一下子，因为猫会跳来捣蛋的。我是觉得猫猫现在没有一个专属的位置，所以必须要做一个位置给它。对，当他们有东西可以玩的时候，可能就不会来打扰你们了，对不对？你们想要怎么样的一个家？你们想要怎么样一个设计的风格？大概是怎么样的？就感觉舒服，然后整齐，就是孩子他们会高兴，看他们喜欢什么咯。喜欢怎么样的风格？我喜欢来白白这样的，看起来干净干净的感觉。哦，比较简单的风格，对不对？明好白，其实家里还有一位主人，就是以前他的先生，他先生已经不在了。但我们之前有提过嘛，说如果能够有一个角落是能够给爸爸，让爸爸有存在感，你会有办法融入这个 idea 吗？有办法的，这个没有问题的。哇，听到了吗？我听得特别开心，然后我们非常期待你的设计哈。是 OK，谢谢你。这个是一个3母女，还有一只很重要的猫猫的家，所以我会以女性化的色调为主，然后当然也要考虑到猫猫有它的专属位置。我是 Esther， 从根本解决问题，找出囤物背后的理由，收纳也可以变得很轻松。来到这个环节是我最喜欢的，因为我这个人很爱干净，我家里东西收到整整齐齐，不像这里的。好，因为这是你介绍的哈。是的，今天我就请来了 Esther。 Esther 你好，你好，嗨。我用的是金藤麻理惠的怦然心动人生的整理魔法。这个整理的方式呢有2个重点。第一呢，就是按照物品的类别去收纳，有5个类别，从衣服，然后书籍、文件、杂物、小东西，还有最后的就是有纪念性的物品。那第2点呢，就是用这个怦然心动的这个方式来决定物品的去留。开始之前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通过这个收纳的过程中，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？就是整齐、舒服，看起来就是不是像这样很乱的。好，我们记住你现在所说的这个原因，对吗？所以在收纳的过程中，你要记得这个原因。对，OK， 他家里很多 CD，对。其实你收的 CD 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要去K 歌咯。说是不是可以直接不用看，全部丢掉？不行，最后一个 list 啊，是为了1首歌而买的。这样我们怎么选？没有啊，就是把盒子拆出来，放在小小的 pocket 咯。但是你拆出来哈，不是每一个 CD 都有写歌曲的对哦。所以你怎么我就是要有空，我要一个一个去写咯。 ？OK，Esther， 这样这些 CD 归类在哪一个箱子里面我们应该放在杂物。 ？OK，这个文件里面是没有东西的。然后这个有，什么东西？旧了再考虑咯，要不要留。哦，我跟我先生去中国的时候，我先生教那个人写的。不能丢，这个很有纪念价名字值。这边有我们还有孩子的那个名字都在那。哦，那很有意思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可以把它放在那个纪念价值的。好，来，于是你放。好嘞。 OK， 还有一些当然是比较真的是个人的东西。来，你看一下这些什么，我也不晓得，我们大概瞄一瞄，你看了有什么发现，我们来讲啊。我这里有很多的名片哦，什么餐馆的名片啊，我这边也是一堆名片。收藏的没啥。这里有一个2004年的 Temporary Membership Pass。那个是很不好的年代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我先生过世，所以我是2004年的话，我就放着，因为那时他还在一起的嘛，所以就有些东西我就没有丢了，所以会。这是有原因的。那我们不懂的时候就以为为什么是他还在， 2004他还年的东在西？，就是这样。 OK， 这样我们不可以乱丢，这些我们没有，我要收。在看了，我自己看了，因为有些东西是应该要忘记的了。其实我觉得因为有些东西都发生了，已经过去了，我们真的需要不只是东西要断舍离，我觉得有一些情感东西，有些东西该放下还是放下，因为你必须要往前走，你孩子都刚才长大，对吗？就是想到这样，就由你们来帮我们，这样我才慢慢可以放嘛。 OK， 那这个我们当然最后还是由你决定，因为这个是非常个人的东西。我会这样。我希望我们下次来的时候，你会告诉我一个很好的答案，看你怎么样往前走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这个我们暂时先留着，这个有纪念性的。好的。 OK， 这些什么文件很多，其实这很阻碍位置，因为个人的时候不要打开来看。这些要
要看。它有3个条件，如果你要收的话，所以第一个是你现在需要用的文件，就是好像你要付一些就是一些账单那些。对，然后第二个是你近期要用的东西，可能就是一些证书啊还是什么，然后最后是要一直保留的那些文件。如果那个纸不符合这个3个条件，全部可以丢。不是他老爸以前寄邮的那个，这个其实应该收哎，这他唯些一的一本。之后会值钱吗？值钱比股票还值钱的，股票可以给我。我真的觉得他的家可以做一个博物馆，因为很多东西我们想说没有一个用处就可以丢掉的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再回去看这些东西了。但是璇姐跟我们说最多的一句话是要看下来，要看，我再看了，给我看一下，来给我看一下，我会再去看的。既然他这么说了，我们就给他那个 benefit of doubt， 他可以选择就是哪些是可以丢的就丢。我发现有一样东西应该是会让你心动的，你们结婚的时候的一些拍摄对，可以看吗？可以。这个是你呀？哦，知道啊。很帅很帅。这是30多年前。对。你那个感受是什么？对爸爸的印象是怎么样的？这么多年了，印象是他永远年轻啊。那时候爸爸会管你们很严吗？家里谁是黑脸，谁是白脸？妈妈是黑脸，爸爸是那个 angel。啊，really？可是，如果当爸爸生气的时候真的是 last warning 了。OK， 我们换了哈，我们看另外一个啊。哦，有啊。这个是我小女儿。我觉得他们挺幸福的，因为我真的还想看看我以前小时候什么样子。小时候爸爸妈妈怎么牵我，带我去哪里，跟我讲过什么话，甚至看看父母亲年轻时候的样子是怎么样的。他们有机会看到了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。这些是你以前买还是现在买的那个是我买的。？OK， 好。但问题是你现在有没有做他偶尔还会做，会做帽子。 ？OK， 而是像这样的这种所谓的一些兴趣跟嗜好，这些反而可以留下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还在有兴趣的话，你应该可以留，因为如果你丢掉的话，你再买就是要再去买了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这个合理。这个是它的香水每一个以前收都是黄色的，除非有一些是有纪念价值的，不然的话，我觉得是不是要把它丢掉？之后要买先生送给我的。这又是她老公给她的一些回忆，你叫她全部丢掉，我觉得太残忍了。但是我也蛮意外的，璇姐竟然会选择一些留下来，其他的她真的开始慢慢的放下，这是我看到她一直不断的在进步的地方。啊，这边哇，真的很多红包纸啊，这些都可以不用了，红包纸在这边。放去那边先，红包纸。可以先把全部的红包放在一边啊。我们用这个收纳方式呢，就把同样类别的物品集合在一起，看到这个物品的数量有多惊人，然后再慢慢的去取舍。如果不是这样摆出来，我不知道你家里有这么多书本呢。Esther， 不止这里哦，那橱里面都是书本。你们很喜欢看书吗？早期呢，眼睛还好的时候，都是喜欢看书的。你现在眼睛也好啊，要不然你不会找到我们来帮你啊。你会看错人，对不对？其实讲真的啦，有没有看这些书的？现在比较少了。像他们这样子要怎么处理？书籍呢，其实如果你没有看过，还是你很久都没有拿来参考，是全部可以丢的。因为其实你买来的物品，对吗？你没有去用它，没有去参考，它的任务其实已经完成了。它的任务就是对你说，你其实不需要它。那倒是真的，有道理的。嗨，大哥，是你觉得这本书他会看吗？他肯定不会看，他女儿的朋友可能会看，还是你是小孩子可能会看，或邻居可能会看，对吗？对啊，所以这个其实对于他们来说，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这个可以拿去给更需要的人。绝对赞成，好，对吗？对好，
这些呢，这些小本的书其实蛮可爱的哦。Esther，你看过吗？没有看过。很特别，这些书本是从哪来的？是你先生留给你，还是你以前的家公家婆？不是拍卖这样就从那边买过来的啦，就是那个电影里面的情节一样的，印成书本的。 OK， 好，比较少啦，把石头比较特别一点哦。好，绝对赞成。基本上我们先从一箱箱来，这边都是属于发黄，可以丢吗？好吧，丢吧。大方嘞，很好嘞。那璇姐，我怀疑你哦，你是艺术家来的嘞，你又会钉，又会煮饭，又会听歌，又会唱歌，还会写书法，这些书法是你写的啊？这个是在学的时候写的，你现在还会再写吗？我是参考而已啦，参考现在没有。所以我不可以讲说，如果既然都不会再学了，对，已经没有用了，这你不会再唱。这整箱是不是可以捐给那些正在学习的人？比如说这些，我有时间我会去用。明白？这个是42岁的生日的时候。谁42岁？我先 Happy 42 birthday。哇，这个是他先生生日的时候。就是那一年他离开的那一年，他的生日，所以我跟留起来他卡片。她不舍得她老公以前留给她的一些回忆、一些东西，只要是在2004年的，甚至她先生走的那一年的所有东西，她都要留下来。这一点的确是有感动到我，然后我也觉得我不会让她丢掉。我希望把这个东西不只是留在她心里，留在家里，让她永远的陪着她。真的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啊！为什么一个这么大的 speaker 在那边给我感觉很复古、很旧了？为什么在这边呢？有人要开了卡拉 OK， 他关门了嘛，所以就为什么他的东西坏了放在你家啊？不是坏的，是好的。还会用吗？讲真的，如果它是好的，它应该是可以用了。我觉得不如这样子吧，你再把它给回去你那个朋友，明白？那可能他会好运，他卡拉 OK 再开回。可以。你打听一下，可能他开了你不懂了哈，啊就可以不要吗可？以，不要啦。可以，可以，好。很好。但是有样东西我不可以为你鼓掌，就是看到这堆东西吗？妈妈，什么东西来的？家里那只猫啊做的杰作，它的尿嘞，这个尿如果不把这个座子移开，你永远都不知道这边有一堆尿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秘密还没跟你们两个讲嘞，这只猫啊，只要有听到声音就往那个地方撒尿的嘞，不要讲大声。有声音的哈，你听歌它就撒那个地方，不让你听歌，是好怕人的。我告诉你，乱讲话，等下撒到嘴巴了。它直接爽你嘴巴，我没有骗你。大哥，今天你主持。你不要我走啊！现在轮到你了，这一堆都是女儿的东西。这个是什么？小提琴。让我们来欢迎安妮塔演奏会。来 relax。我觉得这两母女呢真的是才华横溢。你看她们什么都愿意尝试，什么都学，什么都做，她们很有那个上进心。每一个家哦都有一个经典的，这一家人是全部是笔耶，哇，这个好像你看这些笔，你看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家里面的人会收这么多支笔，但是笔你这样丢又不合理，为什么？因为还可以用哎，怎么处理啊？真的不需要这样多，你可能给自己一个数量，可能10支、20支就够了。然后其他那些 refill 的话，你可以收啦。可是如果是真的是多余的，我觉得你捐出去会比较好。是，妈妈帮我一个忙自己来，OK，这个我会交给你。我希望我们下次来收的时候不要骗我。真的留一些你需要的，其他的给我。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孤儿院真的很需要这些笔，我们帮他们好不好？这样这些你可以，不只是铅笔，我们到时一起收。 OK OK， 基本上我们这样看看女儿这里的还有一堆东西，就是后面的刚才的书本。是，这是安妮塔的厨哦。嗯。哇，我问你，你平时多长时间会把这个厨开起来？哇，很少这个。你那个厨有什么吗？在里面？有，记得全部是我的 music score 来的。哦，OK 对 music score，然后这些就是那些 notebook 啊，连我的以前玩过的 game 啦。对， OK，然后还有那些storybook。下面的呢？相簿。下面相簿是每个人的。哦，一家人家里的一家人。上面这层呢？上面这些啊，是我们自己的 document 哦。我觉得安妮塔还需要去每一个东西去看一下，然后看有没有心动，因为
就是很整齐，可是我觉得很多东西里面它已经可能是不会用了。OK，那这边也是妈妈的一些书本哈，请问这里的书本是不是都可以捐出去的？我要看它是属于什么类别的。明白，这边呢就交给你去好好的去找些那些必要的，这边交给妈妈。对，来，所以我真的希望这间屋子装修的非常非常漂亮，让你们有一个温暖的家，好不好？OK，那Esther你还有什么话跟他们说吗？对我想跟你们说，就是其实整理收纳的这个过程啊，不是人生的目标，其实人生是在整理过后才会开始的，所以我真的很期待看到这些物品收纳好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期待屋子的样子。对，谢谢你，谢谢。 OK， 好，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啊 ！OK， 好，加油！每天早上第一件事起来，吃完早餐就是开始收纳或整理东西，不要的就丢掉，没有感到心动的东西就丢掉。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期限，我要加油！小敏，你给璇姐跟安妮达的家做出一个怎么样风格的设计？ OK， 我的设计是波西米亚风格。波斯米亚是怎么样的一个风格？波西米亚其实就是一个颜色明亮柔和，然后要配搭自然元素的一个设计。颜色方面，我采用的是明亮的白色，还有草莓奶茶色。然后这两个颜色配搭在一起，它是非常柔和的，藤质家具还有木纹地板，整体就会非常舒适。我是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波斯米亚风格会适合他家，为什么你会觉得适合他们呢？因为波西米亚风它强调就是舒适跟简洁，家里是有年长者还有宠物，所以设计不能复杂，一定要容易打理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设计。其实蛮适合他们的，而且呢，我相信不只是安妮达跟璇姐很期待，小猫也很期待，我也一样很期待。于是啊，今天我带你来选 Anita 他们家的橱柜和工作台面的饰面板。饰面板是什么？饰面板就是我们所说的 laminate 啦。哇，这些就是我们的 laminate 啦。然后这边的种类大概有500多种，主要分为3大类。第一个是木纹，第二个是 pattern，我们有石纹、有布料，还有像皮革这样子的。然后最后第3类就是 solid color。哇，有那么多选择，而且它的触感都不一样哎。对呀，你看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这个，这个滑面的也不错。小敏啊，我最后选这2个。可以呀。但是你看哦，这么小片哦，其实只是整个样本里面的小小一个部分。所以啊，我们要看到清晰的纹路跟颜色的话，我们就要翻过来这边。你看这个编号，你就能找到大片的。好，20号。好大片，来，让我找一找，一模一样。对呀，所以你看，这个只是这整片板的一个小部分而已哦。然后你再看这边，它还有这样子的纹路，就是说我可以想象它到底在我家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。对呀，这个大片就是确保它在你家里是你想要的效果。除了要看纹路之外哦，灯光也很重要。所以你知道这个机器是用来做什么的吗？看不同的灯光。对了，这个是室外的光线，这个是一般我们在室内开灯的情况下的颜色。然后这边就是一般我们在商店会看到的灯光。最后一个，一般我们会用在睡房。这样我就可以看到它会不会太暗，纹路还清不清晰。
对的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它能配搭你的整体效果。于是你知道吗？其实 laminate 哦是没有办法90度包起来的，所以你看这个，你看到它有黑线是吗？因为现在我们其实有一个比较新的技术，它叫做封边技术，也就是你们说的 ABS trimming。然后你看这个，你能看出那个区别吗？这个看起来比较一致。对的。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哦，这种 laminate 我应该怎么保养呢？一般来说哦 ，laminate 是可擦拭的，但是哦，它不是100%防水，因为 laminate 跟木板之间还有一层胶水，如果长期潮湿的话，胶水也是会脱落的。哦，那 laminate 防刮吗？laminate 它是具有防刮耐磨的性质的，但是你不能用锋利的东西去刮它，这样子会无法复原。最后我要补充一点哦 ，laminate 不具有防腐性，所以哦不能用太强的清洁剂来擦拭。哇，今天真的长知识了！我还听说 laminate 可以防指纹，还有抗菌呢。对呀。然后哦，正常一般的使用下哦 ，laminate 是可以用超过10年的。那你为 Anita 跟妈妈选择了哪一些 laminate 的款式啊？你猜猜看，都在桌上。这个吗？对的，还有这2个。因为他们是女性家庭哦，所以颜色都是很柔和的。我觉得 Anita 跟妈妈一定会喜欢。欢迎你们回来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很兴奋？会，很期待的。我也是很兴奋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带你们去看你们新的客厅，请跟我来。谢谢。欢迎，哒当哒当哒当哒。欢迎玄曼丽达回来。哇，好漂亮！来，请进。还有猫猫的照片。说一说你的感受。截然不同，焕然一新。哇，是冰卡乐的嘞。你最喜欢的颜色，对不对？他很喜欢冰卡乐，对，他很喜欢冰卡乐。因为我是喜欢那个白色，很漂亮。来，小敏，你可以好好的跟他们讲一下，为什么你会这样一个设计？因为整间家哦都是女性家庭，然后有一个猫猫，所以颜色方面会很温馨、很柔和，就是看到有点粉粉、有点奶油色这样子。然后你看到很多的弧形，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因为为了配合那个窗口，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要营造那种温柔的感觉，所以全部都是圆弧形的。那这个弧形这个地方为什么做成这样子？这怎么放东西？这些主要是原因在哪里？这个我们有一个惊喜要给妈妈。哦，我的哈密多。我第一天在那边看到他很可怜的坐在一个角落嘞。对，他们一直想要丢掉，我是舍不得丢。当然因为是爸爸抱回来的。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呢？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很有回忆的一个物品，所以想要把它放在一个显眼的位置。那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了哈。还有更多的回忆惊喜给你的。我们小敏哦准备了很多，来，小敏我们一起。这边。哇！来，爸爸抱动姐姐的。我不懂为什么我看到这些照片我很感动的嘞。我们记得那时候有说要还原一个爸爸的这个角落还给你们，我们也做到了。妈妈什么感觉？很感动，感谢你们哦，大家的帮忙，真的。你看呢？对呀，很美啊，它的 corner 真的，对，没有想到我可以有一个 corner， 等我还可以随时换照片也是。对，可以换一些新的照片上去也可以。希望你喜欢我们给你这个惊喜。很喜欢，啊，太满意。
可以。那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要去另外一个 corner，那 corner 就是一个客厅的主角。我们过来这边好不好？来，看看你们的漂亮的沙发。来，两母女坐在这边。来，怎么样？你们很舒服啊，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，可以看电视，可以享受这里的那整个客厅的空间。你们看到很多藤制的家具，还有那些藤的东西哦，是因为我的这个整间家的设计风格是波西米亚风，这个是要用来呼应主题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你们有猫猫，然后藤的家具哦，相比起布料还有皮的沙发，它更不容易坏。这里是你们主人坐的地方啊，还有一个主角就是你的猫猫嘛。猫啊，你可以把猫猫抱出来吗？Ginger， 佳佳，哦，他很兴奋哦，他很好奇，他感觉是一个新的客人，怎么样？你喜欢吗？你是你要爬在那边看他会爬吗？来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是你的玩具耶。你为什么会设计在这个地方呢？给他的猫猫有一个活动空间。第一就是说，它要有一个专属的位置，因为它是很重要的家庭成员嘛。对。然后还有这边其实是 Anita 的那个工作地方。之前妈妈有提到是说猫猫会跑上去搞破坏还是尿尿，其实我是把这边分隔出来的，就是猫猫是在这边玩的。然后有这个柱子它应该就不会去碰你的电脑，因为它有地方玩了。对，给它自己攀爬上去玩了。而且还有下面对吗？就是下面可以睡觉。小美，谢谢你，真的没有想到你会把人家改造到这么漂亮。喜欢就好。抱抱了，谢谢抱抱了，谢谢。每一次来到这个环节是我最喜欢的，真的我很喜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收纳东西是一种疗愈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很干净的环境，让你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就好像在整理你的心情跟你的情绪一样。所以今天要靠你，而且看你的脸，我觉得很吃香的感觉。我觉得你就好像一个天使这样在帮我们这样子。对，我现在 OK， 之前你还记得吗？客厅有多少的杂物现在就是这些东西，剩下这些。 OK， 同时呢，整个东西呢就是剩下一些书籍啦、一些 CD 啊，然后一些情感的一些纪念品啊东西。我们从何开始啊？我们先从书籍开始，分成种类，然后在收纳的时候再分大小。我们可以从左开始。Esther， 我发现到你看那个柜子对，我们把书推进去之后，它前面其实还有位的。对，我能够再把书放在前面吗？我会建议不要把书放在前面，因为你需要拿到书的时候，你需要把前面的书又再拿出来，所以会很麻烦。我们已经收完这个种类的书，所以我们可以用那个书靠来把它分隔，就是这个全部都是书。这个要学上来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样不弄它书本全部就会倒到乱七八糟。哇，你看现在整整齐齐，这样看着就舒服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继续分类。OK，Esther， 这样子做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很整齐。然后我们已经分成不同的种类，所以妈妈还是安达可以很轻易的把书拿出来。我是很明白的啦，两母女明白吗？重点你们要懂所以你们懂现在怎么分类，对不对？对。Well done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？文件是。我们是先处理文件。文件对，我记得妈妈很多文件都在这里。哎，在这里。我拿过来。这些文件之类的东西，对吗？我们分成3个种类，所以第一个是你需要保留的，就可能就是这些银行的东西，还是保险的文件。然后第2个就是近期要使用的文件。然后第3个种类就是你需要现在处理的。我们从这个需要保留的，可能我们可以用到这个橱，从上面摆下来，所以最高的我们可以放那些需要保留的那些文件。所以我们就把它摆在上面，好吗 ？OK， 然后这个是可能比较常常也需要拿来做一些检查，看什么需要。放第2个对吗？对，第2个对。这样放进去就好。对。
然后这个就是常常都要用来检查看的，对吧？至少1个月要1次的 OK， 至少。所以就把它更加方便拿的地方。对，好，然后这个所谓的毕业证书这些呢，应该在上面在上面比较好。我看到其实还有很多空间哦，我们为什么不要把它全部放在一起呢？因为我觉得以后他们会有更多的文件，所以我们留下这些空间，以后他们可以使用。OK， 好。这边我们算是做完了 ，OK。现在又是到妈妈的另外一个重点的东西，就是你的 CD 啊，很多啊。当我们在收纳 CD 的时候，先把 CD 分成不同的类别，然后就把 CD 放进盒子里面，在盒子上面呢注明怎么样类型的 CD， 然后就把整个盒子放进橱里面。哇 ，CD 这样子处理好了 ，OK。这些全部都是你们有纪念性的东西，其实蛮多的嘞。我们应该怎么摆放呢？当我们在收纳这些有纪念性的物品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这些让你心动的物品先摆设出来，然后再定期更换。OK， 刚才呢是收纳妈妈的书本了，现在到女儿的书本哦。对。根据 KonMari 的整理法，每个家庭成员都可以有他们自己的收纳空间。我们这样做就是鼓励每个家庭成员对他们的收纳空间负责。这个呢，我是觉得我最头痛的地方。之前呢，还记得吗？我们收了一大堆的笔啊，对吗？都在这里是吗？我没有弄错啊，都是在这边。因为这里呢，什么东西都有哎，需要先分类。对，我们需要先分类，然后可以用一些盒子来把它收纳起来。好，明白。所以里面它也是有间隔条的。对，间隔，然后这些我们可以导出来，所以不需要用到这些小的盒子，所以全部都在一起。可是因为这个是圆的，这个是三角形，如果你要这样分，你可以把盒子收起来。你会比较喜欢怎么样？啊，我会比较想要有盒子。OK。笔我们应该怎么放比较好？因为有些它已经放这些铅笔盒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放进去。常用的笔我们放在这边。对。OK， 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分类好了。重点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比如说笔啊、宣纸啊、这些文具啊，摆放在哪个位置比较好 ？OK， 这边呢有一些小橱上下格，应该摆这些文具会比较好，因为比较重一点。很好哇，整整齐齐。还有最后一件事哦，我希望璇姐还有Anita可以答应我们，就是要保持这里的整洁还有干净。OK， 不要再多加更多东西了，因为我们之后呢还会有突击检查，然后如果你们不达标的话，我们就会把你的家具全部搬走。哦，知道。OK， 可以。之前我在收东西的时候呢，我看到一张卡，这张卡呢应该是你先生写给你的。好，你能不能？我知道你这几年呢经历很多东西，好，但是我看到你已经开始的健康起来了。然后丈夫呢也曾经写过一句话，我希望你做到，希望你答应他，可以不可以？你念给大家听听。冲走您的煤气和烦恼，快乐属于你。对，你真的冲走所有过去的东西，就好像这个客厅这样还原给你了。对不对？干干净净收拾好心情，你的心情应该收拾往前走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可以吗？谢谢，一定要做到了哈。OK， 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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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全新的客厅给我一种温馨的感觉。平常放工回家，冲了凉就进房间，但现在我会想要在客厅休息，待久一点。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客厅。以前我一直想好好的收纳，可是我一直做不到。没有想到这一次，设计师能帮我设计那么多的储藏空间，我很感动，也很开心。我最喜欢的地方是饭厅，因为有一盏可爱的灯，我们一家人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起吃饭，一起聊天。
在